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要分享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报告，有玩家居然去集结了20多亿的城市，这个相信没有人有这个报告，因为只有国际服有俄罗斯父子，也就只有他们两个的战力是有超过20亿的。国服至今为止只有10亿战力的玩家，还没有看到20亿的玩家，所以那边应该是没有这样子的报告啦。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报告其实也就3分钟的时间而已。那我们看到下面其实还有其他的玩家，但是不确定是正常的部队呢，还是那种 T1 的部队去减少那个伤害的部队。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总体报告。哇哦，这边是亏了多少倍？差不多接近5倍了吧？这边我们算4倍好了，因为这边差不多有9000万的击杀积分，然后这边的兵量你们也可以看到很离谱了，它的城市还有剩余1.9亿的部队，在他们集结了他的城市之后，至于对面的情况好像他们最后没有补兵的样子，因为我不确定他们当天发生什么事情啦。不过我看到有其他主播分享了画面，到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分享。这里我们先看一下报告吧，它是用了艾莉诺搭配李成贵的住房，那它这里是已经用好兵法卡了，但是这里它有选择的一些兵法卡可能是来不及换还是怎样啦，这个是 OK 的。但是第二个就是己方野战部队在攻击野战或集结部队的时候，因为它是做驻防嘛，所以其实这个技能是用不了的。那因为它做驻防重伤的部队会比较多，所以它用这个兵卡没有问题。但是它这个兵法卡又带的有一点不太正确了，与兵力高于自身200%的敌方部队作战，那显然对方的兵力是没有比它更多的啦。在军团领土外时，野战部队的攻击力提升12%，我不确定他被集结的时候是在哪里啊，有可能他是在自己的军团领土，只是不同联盟而已，所以这个还是有用到的。最后一个医院容量这个是可以用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据说俄罗斯父子他们的装备军器都不算太差，那他这边是用骑兵，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显然 Chasky 的会好很多，毕竟他是用双骑兵嘛，所以提升会比较好一点。然后这边看下来他似乎是没有用到转换的饰品，那其实是有这个东西的，可以用这个密室然后把你的副将变成骑兵，所以他现在是用骑兵搭配工兵的情况下去做驻防的，显然他这里也是做了一些小失误啦，也是有错的地方。那假设说他有用正确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他的城市有这么高战力，我觉得哎呀都不在乎啦，少那么一点点的工兵单位攻击力还有博物馆的提升又怎么样，没关系啊，他可以接受。还有那个工兵单位防御力提升20%，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他的骑兵争议会比较低的原因了。因为 Chasky 他一直以来都是做车头啊，不管是集结还是驻防，所以他在集结跟驻防方面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对于开了个集结也是，只是后来可能是真的没有人补兵所以就导致到他的报告不是很好看啦。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其他的争议，所有伤害方面其实还是俄罗斯父子那边会比较高，可能他们的军器有特别去洗所有伤害的提升。至于军器方面的话，这里俄罗斯父子推测他们应该是用谐星阵，因为可以看到这边技能伤害增幅有20%，也就是说他这里是有16字的。那 Chasky 这边推测他应该是用拱形阵，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普通攻击伤害增幅有11.5%，并且他还有技能伤害抗性5%。但是从这里的提升算下来， Chasky 这边应该是有3个专属啦，还没有到全部专属，但是他的争议还算是比较高的。如果是算到这边骑兵的基础争议的话，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俄罗斯父子城市里面的兵种。哇哦，他是真的完全除了 T5 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兵种了这个太夸张了。那你们可以看到原本兵力有多少，阵亡了多少，重伤轻伤，剩余的部队有多少，然后赚了多少的击杀积分，就连他的队友都有放一些部队进去啊。其实他是不需要用到他的队友的，只是他队友可能要进去里面撑一下报告啊，就拿一下报告，连 T1 都有，看到吗？这种就是没有帮助的，纯属是想要拿报告的玩家。但其实俄罗斯父子他们这个时候用混兵会比较好一点啊，就比方说如果他有李舜臣、波罗头
头，或者是有哥哥，他可能是第一次遇到自己城市被人家集结吧。你们也知道啊，他这么高战力，有多少个玩家会去集结他城市，所以可能是来不及去应对吧，我觉得有这个可能。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犯的错误就是他没有换掉那个密室，当然他的搭配也是有问题，所以这边已经有2点了。第3点就是他的兵卡有问题。这一集结方这边我们可以大概推测一下，他这边补兵的玩家好像也不是很及时，可能是他们第一次打这么高战力的玩家吧，来不及去增援集结。这边看下来应该多数的玩家还是携带骑兵的，只不过我看到有一些玩家也是想要拿报告而已，所以只是放了一个 T1 部队，大家也不敢去把自己的部队送死但其实集结城市它是有一个阈值的，就是说它不会用整个城市里面的部队去做驻防，所以如果你们是长期有去补兵，慢慢的把这个城市打下来的话，其实还是有机会的，报告还不至于这么难看。因为在之前我也是有分享过好几个就是集结城市的报告，战力都是很高，可能有5亿、8亿，这个你们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影片啦。所以或许在这一边上面1606有犯了一些小失误，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边阵亡也是挺多，他们补兵应该是补蛮多了，可能真的不够人去补了，可能其他人在做其他东西，在打野仗也说不定。但是我觉得更加多的应该就是怕自己的部队死掉吧所以他们就没有去补。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去打沃莱燕的城市也算是一个不错降低自己战力的方法啦，只是代价有点高因为他那个战损比差太多了。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只是光靠驻防集结的进攻呢，这里就已经赚了 3.5 亿的击杀积分，但是他总共有 3.9 亿嘛，就是想剩下的部队是干嘛的呢？ OK， 所以这边606其实他们还是有用的比较棒的策略，就是他放了一个部队在城市旁边分散他的 AOE 伤害，这个做法是正确的。不过这个部队的话似乎是不小心放在旁边，他打算是补兵了，然后结果一扫就没了这个就肯定是亏炸啦。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完全没有重伤嘛，就表示说他真的是纯靠 AOE 打到旁边这个部队，所以这个部队就直接融化了。因为他那个城市战力真的太高了，再加上他的装备军器也不会太差，所以他真的一扫下去你真的会马上融化。这个玩家就做到很好啊，他有派自己所有的部队的一个兵去旁边分享伤害，其实他们也是做的蛮足的，只是可能有一些部分做的不是很好啊。你看又是这个玩家一直犯失误犯很多错，他是想要去补兵的，这个是之前960的玩家，他不应该犯这种失误的啊！而且他这边应该是T5部队啊，他应该是想要去旁边打野仗还是什么吧，然后不小心被打了。至于这个玩家我就不确定，可能他想要快速回去换兵还是怎样吧，就把部队放在旁边。然后这个玩家也是，我也不知道他干嘛啦，他就把部队拉到旁边，然后被 AOE 打到，这个也是，但是这个部队的兵量比较少一点啦，这个部队也是前面的那位玩家做得很好，然后后面的这些玩家就有点难评价。哇，这个玩家应该痛死啊，直接融化了37万的骑兵部队，太惨了。为什么他用速步台搭配曹操？他是想要补兵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搭配其实有点奇怪啦，不应该这样子搭配啊，再加上现在我们征服赛季其实用不了曹操了。 OK， 那么我这边搞到了集结那边的报告，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他们报告会这么糟糕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这边补兵补的不是很好。这里可以看到除了打沃莱恩之外就没有打其他部队了，所以合理的推测他们是旁边应该没有其他的部队了。按照来想，没有被干扰的情况下，他们应该会更好的去补兵才对。那这里看到他们补兵的幅度就是降低，然后上去下降又上去，它不是保持在高线的水准去慢慢补兵呢，所以就导致的那个报告它会在很多时间段全部都是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去打沃莱恩的城市。但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他的城市打出去的伤害太高了，所以就导致成他这边的报告就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容易补兵啦，这个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到了后面就是完全没有人补兵啊，其实他在这个时期的时候就应该差不多要解散了，看到他的兵力再继续下降，没有再补回上去的时候，因为他持续打的关系啊，所以就导致成后面最亏的地方应该是这个部分了。不过也可以看到606其实他们很努力去兵了啦，有一些玩家有退出，也有一些玩家加入。 OK， 那么我找到 Chesky 这边所分享出来
来的影片，所以各位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去看 Chasky 的频道啦。那这个主播是今年新进的专业主播，还有分享很多内容创作啊，你们可以去稍微看一下他的影片啦，反正是比议员的影片还有更有用啦。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他那个白字有多少，可以看到这里是35,555。那阿提拉这边的话其实是比较少一点的，因为他这边是用拱形嘛，他打出去的白字会比较高一点。他用斜形的话，哇，你们可以看到吗？这个红字好高哦，多少啊？923275。那我们看一下阿提拉这边的白字是多少哦，这边就天差地别了。你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数字加起来，因为它有用数不台嘛，它是有连击伤害的。它就算是把这边3个红字加起来的数值都没有比刚刚艾莉诺打出去的那一下还要更高。那个沃莱燕的红字太离谱了，可以看到他2次的伤害呢都是超过了50万以上。白字的话依旧还是阿提拉数不台这边会比较高，你看这边的红字又是89万了，太离谱了。他那个层次这边是阿提拉打出去的，你看总数加起来真的是没有比起住房那边还要更多。这个是住房那边第一次打出的红字嘛，都已经有差不多28万了，第2次会更高哦。你们可以看到当艾莉诺打出去的时候，这边是多少？个十百千万10万100万太离谱了。当然我们也知道那个原因啊，就是来不及补了。可以看到他们后面其实是有放了很多玩家，就是不断的去增援这个集结。那这个画面是在他们差不多要解散之前啊，可以看到那个兵量显然是少了很多，甚至有一些部队他可能不是拿去增援集结的，可能是那种 T1 部队啊，要准备要放到城市旁边去分散 AOE 的伤害的。所以只能说很可惜啦，他们尽力了。但如果是真的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呢，要真的找整个王国的人出来帮忙打啦，如果是光靠自己一个人是不行的，而且最好还是开2-3个集结啦。不过我看了他这边直播的回放，似乎就只有他们自己去打而已，没有其他的王国或联盟去帮他们。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啦。哎呀，所以各位在看了今天这个报告之后觉得怎么样呢？啊，这个是真的蛮惊喜的。那接下来就要看之后有没有玩家愿意再尝试一下去打俄罗斯父子的城市了。对于俄罗斯父子的战力情况呢，我在昨天睡觉之前我看到他们还是有23亿的战力，现在就剩下20亿了。Mr. Hope 的战力稍微高一点点啊，还有21亿，不过也是掉了蛮多战力的。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了，至于各位有什么想要补充、有遗漏的地方、有错误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